拜堂时，萧逸的女幕僚闯了进来，她媚眼如丝的求救：“主上，我的毒又发了，求主上帮我解毒。”萧逸抱起女幕僚，同我承诺：“婉婉，人命关天，等我救了她，再来同你拜堂。”我扔下盖头拦在门口，却遭到他的斥责：“阿英是从军中就追随我的兄弟，兄弟有难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你既嫁入我萧家，就不该如此冷血。”女幕僚也坦荡同我解释：“夫人是上京贵女，自然不懂军中无男女之堪。我与主上在军中同吃同睡这些年，早和亲兄弟没什么区别，只恨我不是男儿身，不能跟主上做真正的结拜兄弟。”闻言，我对女幕僚柔声一笑：“既如此，我便成全你。”成全他想做真正男儿的夙愿。我侧过身子示意萧逸离开，他却愣在原地。你当真不会再闹？即便我要用婚房行事。不怪萧逸会问出此话。自他打了胜仗重回上京的这半年，为了冯英，我和他闹过无数次，闹得最厉害那次是1个月前，长公主在别院举办了一场马球会，萧逸让我带上冯英，用我的人脉让她融入上京，我冷脸拒绝，跟他大吵一架。等马球会开始，却是萧逸亲自护送冯英过来。那一刻，我的脸色极为难看。冯英得意极了，她低声对我耳语：“女子就是善妒，我跟阿姨情同兄弟，你却连这点都容忍不了，如何配做萧府主母？今日我就要替阿燕好好教训你。”趁我不备，他用球杖狠狠击向我的右腿，即便我及时避开，也疼得跌落马背。太医说再重一点，我的这条腿就废了。我当即命人按住冯英，要废他一条腿，却被萧逸拦住。他一脸失望地看着我：“宋婉，你何时变得如此恶毒？阿英都说了她不小心，你也无大碍，为何就不能原谅她？”冯英躲在他身后，朝我露出挑衅的笑，口中却自责道：“是我的错，上京的贵女都跟豆腐一样，我不该把宋小姐当成军中的兄弟那样去玩闹。”他推开萧逸，重新跪在我面前：“既然宋小姐想出气，就让她出吧，毕竟她是未来的主母。”冯英这招以退为进，让萧逸冷了脸。他扶起冯英，对我道：“你既不知悔改，我们的婚事也该往后延。”热血直涌心头，我怎么也没料到他会用婚事来要挟我，于是我赌气道：“不用演，我们退婚。”萧逸一愣，却笑了：“宋婉，你已是上京的老姑娘，除了我还能嫁谁？只要你给阿英道歉，我们的婚事继续。”我不可置信地盯着他，若不是萧逸非要去参军，让我等他3年，作为宋家的嫡女，我怎会落得这样一个名声？如今他志得意满地借此要打压我。我抄起茶盏摔向萧逸，指着门口怒声道：“给我滚！”萧逸躲避不及，额上渗出血丝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他护着冯英强行离去。门关后，我的泪也跟着落下。10几年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不及他认识3年的兄弟情。我刚擦干泪，门又被打开，萧逸怀里抱着冯英，怒气冲冲：“宋婉，你如此歹毒，你竟然给阿英下媚毒！”我大惊，下意识反驳：“什么媚毒？我没有。”他怀里的冯英面色潮红，嘴里喘息着：“主上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喝下宋小姐递过来的那杯茶。”萧逸见状，怒气更盛：“这种毒须得阴阳调和才能解，你做下的孽必须要偿还。”他不顾我的腿伤，命人把我抬出院子。我在寒风中冻得面色发青，还要被迫听着他和冯英苟且，直至天色大明，我彻底死心。那日过后，因高热不退，我病了整整1个月。萧逸心生愧疚，日日登门都被我拒了，直至病好。我只给萧逸提了一个要求，把婚事提前。萧逸回上京后就去求了赐婚的旨意，即便我想退婚，也绝无可能。不能退婚，那便只能丧偶。迎着萧逸诧异的目光，我淡淡笑着催他：“快去吧，冯姑娘怕是等不及了。”萧逸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头也不回地离去。身旁的春桃低声回我：“小姐，东西已经放入婚房的浴汤里。”我年少时曾救过一个苗疆巫女，她给了我不少好东西，其中之一就是阴阳蛊。阴阳蛊须寄生在女子体内，待养熟之后，通过阴阳交合可转换男女身份。这是我送给萧逸的新婚大礼。婚宴上的事很快传遍整个上京，众人只知镇北将军为替军中兄弟解毒，不顾一切，皆赞赏他有情有义，却不知此兄弟非彼兄弟，提及我却是嘲笑。眼看吉时已过，萧母等不及萧逸现身，让人抱出一只大公鸡。你既已过门，一切皆须听从我萧家。当下便命人按着我的头跟大公鸡拜堂。新郎尚在，却用畜生替代，这不仅是羞辱我，更是昭告萧母对我的不喜。萧逸大胜归来后，萧母就觉得我配不上他，屡次劝说他退婚再攀高枝，可萧逸不愿。萧母对我愈发没了好脸色，迫不及待在大婚当日就给我立下马威，指甲掐入掌心。我咽下这口恶气。成婚第2日，我在婚房门外等萧逸起身去拜见公婆，房门打开，先出来的却是冯英，她挑衅地冲我扬了扬眉：“嫂子好福气，主上可比上京那些弱不禁风的公子儿有力气多了。”言语间的暗示露骨又令人作呕。春桃气得大骂：“不要脸的贱人，你与那勾栏院的继子有何区别？”
冯英眸色微变，很快便恢复原状。他凑到我耳边道：“昨日我是故意服下那媚毒的，你总阻拦主上跟我们这帮兄弟厮混，好叫你知道，在主上心中谁最重要。”冯英说的不错，我确实阻拦过萧逸和他们这群人来往。彼时萧逸刚打了胜仗回上京，他们一行人在德胜楼庆贺，恰逢我在隔壁包间替祖母寿宴试菜，只听得有人不满道：“自萧哥回了上京，出来喝酒都得3催4请，莫不是你的未婚妻瞧不起我们这帮兄弟，拦着不让？”不待萧逸开口，又有人道：“萧哥如今的战功，上公主都上呢，一个小小的太傅之女也敢拿鸟，看是打的少了，就是很快就有此起彼伏的应和之声。这婆娘不打不知道好歹，打一顿就老实了，看她还敢再管东管西。就连同为女子的冯英也附和着：“主上英勇无双，愿迎娶那宋家女是他的荣幸。高门女子打理好内宅便是，何故要插手我们兄弟之间的事？”我听得浑身发冷，更令我心寒的是，萧逸不仅未替我辩解，还纵容这群人打压贬低我。于是我一脚踢开包间的门，在所有人来不及反应之前，命人砸了他们的酒席，并质问萧逸：“今日敢对未来主母出言不逊，想必明日便敢犯上。你萧家如此治军，居心何在？”所有人都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这个罪名若是被扣上，别说论功行赏，他们的项上人头都可能不保。萧逸最先反应过来，他勃然大怒，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：“我平日里太给你们脸了，不懂尊卑，妄议主母该罚！来人，给他们每人各打30大板！”在场的众人神色大变，纷纷跪下求饶。萧逸不为所动，神色懊悔地向我赔罪：“晚晚都怪我平日太纵着他们，让他们生出拿捏我的心思。我那时信了，真以为萧逸被奸人蒙蔽，于是原谅了他这一回。”那日随萧逸一同庆祝的10个人，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除了冯英，我念她是女子，便同意了萧逸回府再做惩戒。萧逸还同我承诺，日后不再与他们来往。我心头的那口恶气才散了，而冯英的那口气却是憋到了今日。他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以为我会如往日那般被他激怒，可我只是神色淡淡，唇边甚至带了一抹笑意：“兄弟情又如何？你终究要嫁人，陪在阿义身边一辈子的还是我，为阿义生儿育女的是我，与他死后同学的也是我，而你终其一生也不过落个兄弟名头。”不知哪句话击到冯英，他神色狰狞地朝我扬起手：“奸人！”我轻巧地侧过身子，冯英力度收不住，脸朝下跌倒在地上，周围有细小的窃笑声。冯英捂住脸，眼底的怨恨浓如墨汁，可转瞬他却变了脸，跪在我面前，语气悲愤：“嫂子，我和主上除了治病，多年来一直清清白白，你为何非要污蔑我们，甚至借此来坏我容颜？即便我性子豪爽，不拘小节，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岂容他人说毁便毁？”我蹙着眉看着他颠倒黑白，春桃气不过，点着他的额头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先动手。”话音未落，春桃被人一脚踢飞。萧逸扶起冯英，对着我怒目圆睁：“宋婉，管好你手下的贱婢！”我又惊又怒，来不及与他分辨，想去查看春桃，却被他攥住手腕，给阿英道歉。女子的容颜如此重要，你却如此歹毒，想毁掉阿英。我挣脱不开，只得解释是冯姑娘自己摔倒的，与我无关。倚靠在她身上的冯英朝我挑衅一笑，嘴上却虚弱道：“是我自己跌倒的，跟嫂子无关。”此言一出，萧逸怒气更盛，他竟抬脚踢向我的膝盖。既如此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一时不察，被他踢了一个踉跄，撞上萧母派来催敬茶的嬷嬷。萧逸收起怒气，这才作罢。前往主院的路上，他一直紧绷着脸，我忍着腿上的剧痛，一瘸一拐地跟在他身后，直到入了前厅，他才做面子虚扶着我入内。敬茶时，萧母故意刁难我，我端着滚烫的热茶举过头顶，他却迟迟不接。萧逸坐在一旁，视若无睹。手腕的酸痛和膝上的疼痛逼得我冷汗连连，但我咬紧牙关，不愿向他低头求助。萧逸沉着脸，借口军中有事先行离去，足足举了1刻钟，萧母才满意。得知我和萧逸昨晚并未圆房，萧母开口便是嘲讽：“废物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。陈嬷嬷，你趁早给我物色几个年轻清白的姑娘，想必很快就用得上。”面对萧母的敲打，我低垂着头一言不发，欣赏够了我的乖顺。萧母终于大发慈悲放我离去。婚房被萧逸征用，我只能搬去附近的锦华院住。刚回到院子，萧逸身边的小厮就过来传话：“阿英想吃玉露酥，你既不愿道歉，那就替阿英下厨作为赔礼。”冯英只是一介幕僚，却要我这个主母亲自下厨，这是把我的脸皮往脚下踩，也是让何府看我这个心腹的笑话。我自是拒绝，却被2个膀大腰圆的嬷嬷给按住。将军说了，您若是不愿意做，那就不准给春桃医治。春桃被萧逸那一脚踢得受伤不轻，若不及时医治，只能等死。我闭了闭眼，
顺从的掉头去往厨房。玉露酥是我照着一道古方研究出来的点心，做法极其复杂。萧逸刚回上京时，我给他送过几次，如今看来，那些点心怕是都进了冯英的肚子。做第一遍时，冯英嫌太甜，要我重做；第二遍太淡，第三遍酥皮太软。我从晌午一直忙到日落，足足做了9次。食指上的水泡起了又消，消了又起，曾经的纤纤玉手痕迹重重，惨不忍睹。直到第10次，冯英说不想吃了，于是当着我的面把满盘子玉露酥扔了喂狗，我才得以回到锦华院。萧逸在院子里等我，阿英大气，答应我不与你计较，你身为主母，日后更要谨慎行事，少拈酸吃醋。他摆着架子敲打我，我垂着眸并未出声。萧逸有些恼怒，他捏起我的下巴，对上我满脸的泪痕。一哥哥，我的手好疼。萧逸怔了怔，这个称呼我已多年未喊过。他的视线落在我的双手上，眼底浮现愧疚之色，连忙唤人拿出府上最好的金疮药，烛火悠悠。萧逸心疼地替我吹了吹手，要替我上药，可还没涂上，就有人闯进来。来人是冯英的贴身婢女，她神色焦急。将军，我家小姐一直喊疼，求您过去瞧瞧。萧逸猛地起身，怎么回事？他刚踏出2步，就被我扯住袖子。一哥哥，你非大夫，去了也无法替冯姑娘止痛，不如命人拿我的拜帖去请陈太医来。陈太医是太医院的圣手，千金难求，连萧逸都轻易请不动他。宋家于他有恩，自是会卖我一个面子。萧逸神色缓和，称赞道：婉婉有心了，如此堪为我萧家主母。我垂眸故作欢喜，掩去面上的冷意。今日的处境让我明白，初入萧府我的根基尚不稳，需低头跟萧逸虚与委蛇借他的事，否则我连春桃都护不住。见萧逸不动，那婢女咬咬牙跪下垂泪，求将军救救我家小姐。小姐是媚毒发了，她不忍您被夫人为难，才不许我说。即便是陈太医来了，也只有将军您能救我家小姐。闻言，萧逸神色大变，不待他开口，我便善解人意道：一哥哥，救命要紧，你还是先随他去吧。只是语气中的落寞却怎么也掩盖不住。萧逸神色微动，轻握住我的手，承诺等我回来补上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而后头也不回的离去。我让人替我重新上了药，又命人关门歇息。守门的婆子迟疑道：夫人不等将军回来吗？我淡淡道：他不会回来的。我早料到冯英不甘心，定会用媚毒做法子。若说这府中最不愿我和萧逸圆房的，当属冯英。他自以为藏得很好，可我早察觉他对萧逸无意流露的爱意。冯英身份低微，即便做妾，萧母都不会同意他进门，只能以兄弟名义勾着萧逸。况且萧逸若是回来，我也会把他推给冯英。毕竟阴阳蛊须得男女交合7日方能成，成婚第3日，作为失信的补偿，萧逸亲自备了几车礼陪我回门。阵仗之大，引得不少百姓跟随围观。萧家不喜我这个新夫人的流言不攻自破，直至下了马车，我在随从中看到了冯英。萧逸摸了摸鼻子，朝我作揖：好婉婉。阿英在府上闷得慌，我带她出来见见世面。冯英也跟着朝我行了个礼，凑到我耳边低语，我只是随口一提，阿姨连你回门都离不开我。宋婉，你也不过如此。我咬紧牙关，面上露出嫉恨。萧逸自得于我为他争风吃醋，颇有耐心地哄我，我见好就收，心底却仍不如意。于是回门宴上，我故意当众喊冯英上前伺候。冯英自视甚高，万不能容忍我拿她当奴仆看待。可这是在我宋家，冯英不情不愿地替我斟酒，我手腕一翻，整杯酒都泼到她身上，她尖叫出声，瞪视着我。我手一扬，赏了她一个大耳刮子，毛手毛脚的滚下去。春桃立马有眼色地把冯英拖走。一炷香后，春桃轻手轻脚过来回话：小姐，成了。我弯起唇角，笑意盎然。3朝回门，我爹定会敲打萧逸一番，萧逸今夜势必会与我圆房，阴阳蛊却不能断。于是我让春桃和另一个婢女上演了一场戏，二人等冯英更衣时故意说漏嘴，令冯英得知我买了一副生子药，要在今晚同萧逸圆房时一举夺子。等小姐生下少爷，姓冯的那个贱人还不是随手打发？春桃恨恨道：萧逸是萧家独子，我若生下嫡子，母凭子贵，萧逸自是更加看重于我，冯英更无出头之日，他岂会坐以待毙？从宋府回来，萧逸便命人清理正院，要引我入住。院门大开，我头一次踏入我和萧逸的婚房，下人们来来往往，按照我的吩咐将屋内的大小件皆换成我的嫁妆。被人用过的东西我嫌脏，目光及至多宝架上，一只簇新的竹蜻蜓吸引住我的目光。我收到的第一个竹蜻蜓便是萧逸为我做的。8岁那年的元宵节，我对宫中送过来的莲花花灯爱不释手，为此冷落了萧逸。他心生不满，趁我不注意，偷偷打翻花灯里的烛火。等我察觉，莲花花灯已被烧成灰烬。我气不过，足足3天没有搭理萧逸。萧逸慌了神，
为了给我赔罪，亲自学做竹蜻蜓。望着他满是疤痕的手背，我心疼不已。我们就这样和好如初。后来每次我不开心，萧逸都会亲自替我做一个竹蜻蜓。原本我的嫁妆里有一个箱子装满了竹蜻蜓，里面承载着这些年我和萧逸满满的回忆。可即将嫁入萧家前，我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竹蜻蜓，一只手夺走我手里的竹蜻蜓。嫂子，这是主上昨晚亲自替我做的新的竹蜻蜓，可不是你那些旧物。冯英晃动着竹蜻蜓，眼角皆是得意，无非是在暗示我人不如新。我嗤笑一声，旧的新的又如何？萧府主母是我，萧家嫡长孙也会萧从我的肚子里出。冯英面上的笑意僵住，良久，他才带着恨意道：你别得意，只要我在萧府一天，就必让你圆不了房。我漫不经心道：那便拭目以待。又吩咐下人把这架子上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，便宜货色上不了台面。冯英面色铁青，最终跺了跺脚跑了。入夜前，萧逸便让人传话要在我房中用膳，我让人做了萧逸爱吃的肉羹，又备了一壶他爱喝的竹叶青。小酌几杯后，萧逸看我的眼神愈发热切。婉，你我成婚已3日，却未圆房，今夜何该补上？说罢，他直接抱起我去了床上。就在他的唇即将落下前，门外传来禀告：将军，冯姑娘说军中有急报，请您前去定夺。萧逸面上闪过不耐之色，不予理会。然而敲门声越来越急，我柔声劝他：既如此，你还是过去看看吧，军务要紧，反正来日方长。话已至此，萧逸不得不起身，在我额上留下亲吻。他目光缱绻道：等我。而后一步3回头的走了。门扉轻掩，我厌恶地擦了擦额头，又吩咐春桃重新替我上菜。几杯梅子酒下肚，便听闻萧逸的书房叫了水。算时辰，竹叶青里的要提前发作了。我有些惊讶，出去打听的春桃先是呸了一声才道：书房打扫的平儿同我说，冯姑娘支开他们自己点了燃情香。离开书房前，平儿留了个心眼，绕到窗户跟前去见冯英偷换书房的檀香。萧母待下人苛刻，给的月钱也不高。我嫁入萧家后，出手阔绰，很快收买了一些下人替我传递消息。我笑着痛饮一杯，冯英此举这正合我意。我一夜好眠，直至用早膳时，春桃匆匆跑进来：夫人，出事了。我赶到冯英住的崇华院，她正躺在床上叫唤，离得近了，才瞧见她脸上鼻青眼肿，如同戏文里的丑角。昨夜冯英和萧逸饮了酒助兴，萧逸上朝时特意吩咐厨房给冯英送行酒汤。到了门外，送汤的婆子听到冯英的房中有男子粗犷的嗓音，她误以为有贼人闯入，连忙喊来护卫。护卫们拿着碗口粗的棒子围在纱帐之外，不等冯英开口就狠狠打下去，直打得里面的人哭爹喊娘，那声音实在是不像女子。我掀开纱帐，才知晓里面是冯姑娘。婆子磕头求饶，我心中一动，冯英体内的是阴阳骨的子骨，晨起时留在我手中的母骨动了，想必是2种催情药物催动了子骨，但子骨尚未完全寄生，是以指令冯英嗓音有了顷刻变化。有护卫作证，冯英此遭不过是场误会。我下令罚那婆子1个月的月钱，就此了结。可冯英却不罢休，她顶着满身伤痕，怨毒地瞪视着我：宋婉，你恨我扰了你和阿义圆房，是你在酒中下药害我至此，那毒药定还藏在你的院子里。冯英要去搜我的院子，可我寸步不让，一个是萧逸放在心尖上的，一个是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护卫们进退两难。我们2人闹出的动静惊动了萧母，得知来龙去脉，萧母直言冯姑娘是我萧府的贵客，自当给贵客一个交代，便派萧逸的奶嬷嬷闯入我的院子，连我的嫁妆都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一无所获。待屋内收拾清点完毕，春桃过来回话：夫人，拢共少了10样东西。我点了点头道：你让人盯紧点。府中流言四起，皆言萧逸迟早会为冯英休掉我。冯英虽只是幕僚，连我的院子都能搜查，可见萧逸对他的宠爱不一般。更有那势利眼的，早早巴结上冯英，连我从嫁妆中拿出来的燕窝都巴巴送到冯英房中。春桃前来回话时，碰上萧逸陪我用早膳。昨夜他陪在受伤的冯英身侧，自知有愧，一大早便来我院中。听闻此事，他大发雷霆，亲自处置了一批乱嚼舌根的下人。冯英虽好，但只是他的兄弟，而我宋家却能给萧逸带来助力，涉及到自身利益，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。为了安抚我，萧逸特地带我出城去郊外踏秋，郊外风景甚好，大抵是我们的独处，勾起萧逸不少旧时回忆。我心中不耐，面上却还是迎合着他。回程路上，我们却遇到冯英，他一身男子装扮，被几个地痞围在中间，神色倔强，似一朵风中摇曳的小白花。其中一人挑起他的下巴，淫笑道：小娘子这身装扮倒是别有滋味，放心，哥几个定会让小娘子满意。话音未落，一把匕首便扎入地痞手掌。萧逸从马车上翻身而下，
将冯英拉至身后。他沉着脸道：“你先上去，这里交给我。”那几个地痞似是不认识萧逸，一拥而上。身后，冯英的嗓音突然响起：“你说，马车若是惊了，主上会选择救谁？”他站在车辕上，举着匕首，眸色癫狂。我惊疑不定地看着他：“你疯了！若不是你从中作梗，阿义势必会如流言所说接我入门。都怪你！”在我惊恐的神色中，冯英朝驾车的马身刺了一刀，那马骤然吃痛，不顾一切朝森林中奔去。我只来得及扒紧窗沿，萧逸大惊失色，追在疯马身后。面对我和冯英伸出求救的手，他一时难以抉择。冯英当机立断，他探出身子，声音哽咽：“主上，我不愿你难做，我们来是在做好兄弟。”带着决绝之意，冯英朝马车外一跃而下。阿英，萧逸目眦欲裂，飞身去接冯英。他们二人在那里郎情妾意，却完全不顾我的死活。我心知指望不上萧逸，于是用力把自己甩到马车门口，预备往下跳时，斜刺里冲出一匹马。只见那人一跃而上，落在疯马背上，又当机立断抽出佩剑，一刀斩杀疯马。在撞上那片密林之前，马车终是停了。我紧绷的肩膀骤然放松，车帷被人掀起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容跃入眼底。楚郡王，多谢楚郡王救下内子。萧逸的嗓音让我回了神，他怀中抱着冯英，眸色不善地盯着楚怀瑜。萧某感激不尽，明日自当上门拜谢。楚怀瑜曾是我爹的学生，自及笄后我便很少见到他，论起来我该称他一声师兄。他跟萧逸向来不和，此刻把玩着手心的玉佩，漫不经心道：“上门就不必了，我怕蠢气会传染，毕竟不是人人如萧将军这般对自己的夫人见死不救。”闻言，萧逸面色沉了沉，语气不悦道：“楚郡王此言差矣，事急从权。我总不能看着阿英摔死在我眼前，况且婉婉向来大度，定会体谅我救人心切。”我垂着眸，神色淡淡，避开萧逸殷切的目光。楚怀瑜再次开口，带着毫不遮掩的嘲讽：“萧将军口味果真与众不同，放着好好的明珠不要，却喜欢这种不男不女的东西。”这话说得毫不客气。萧逸和冯英皆敢怒，却不敢言，毕竟楚怀瑜是太后最疼爱的孙子，连太子都得避其锋芒。等他走后，冯英才蹙眉道：“我与郡王素昧平生，缘何他如此厌我？莫非是有人在郡王面前搬弄是非？”萧逸倏然回头，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我：“此处无他人，除了你宋婉还能有谁？楚郡王暂代兵部尚书一职，若阿英官职受阻，必是为他所拦。”成婚前，萧逸已上奏军功，特意为冯英谋求一个官位。冯英假意相劝，许是误会，嫂子虽不喜我，但不至于毁我前程。这番话无异于火上浇油，令萧逸怒气更甚。他拉着冯英上马，把我扔在原地，毁人前程太过可恨，你在这里反省反省，时辰到了，我自会派人接你回去。马蹄轻扬，我来不及辩解，就见两人身影消失。遇到打猎返回的楚怀瑜时，我满身狼狈，鞋子走掉了一只，还不小心滚落坡地扭伤了脚，怕影响我清誉，楚怀瑜指令随侍送我回城。刚到城门，便撞上焦急万分的春桃。从他口中得知，萧逸怕冯英被今日疯马惊吓到，特意带他去百戏楼解闷，阴阳谷还得3日方能大功告成。我决定将计就计，逼萧逸一把，于是借楚郡王的马车一用。我的时机掐得很好，萧逸带着冯英回来时，恰好碰到我从楚郡王府上的马车下来，四目相对，萧逸面上沉得发黑。我视而不见，只冷淡行礼，径自回了房。待我沐浴更衣后，萧逸果然来了我房中，他气急败坏指责我：“宋婉，我叫你在原地等我来接，你为何要随楚怀瑜回城？你已嫁我为妻，怎能跟外男纠缠不清？”我冷笑道：“若不是遇上楚郡王好心救我，恐怕今日你还得给我收尸。”萧逸，那里荒无人烟，旁边的林子里还有蛇鼠毒虫，你把我一个闺阁女子扔在那里，不曾想过后果。萧逸面上有些心虚，但很快理直气壮道：“不过让你等半个时辰而已，怎会有危险？”“不是半个时辰。”我打断他：“萧逸，我在那里等了你足足2个时辰，那2个时辰令我吃够了苦头。”萧逸惊疑不定，他连连摇头：“不可能，我吩咐过1刻钟后就让人去接你，怎会让你等2个时辰？”他身后的小厮迟疑道：“是冯姑娘说半个时辰不够，她说将军心软，他这个做兄弟的要帮将军治治夫人的脾气。”我面无表情盯着萧逸，他嘴唇颤动，半晌还是为冯英开脱道：“阿英她年纪小不懂事，又是为我抱不平，况且你又无事，就原谅她这一次。”饶是我心中早预料到，却仍旧感到心寒。冯英屡次暗害于我，萧逸却一再包庇。我冷然一笑，故意跟他唱反调：“若我不原谅，非要追究呢？”身为萧逸的幕僚，屡次对我这个主母不敬，我若真的追究起来，
冯英有几条命都不够。萧逸果然没了耐心，再开口带着愠怒：“楚怀瑜素有风流之名，宋婉，今日你与他孤男寡女待在一处，你可知已犯七出之罪？”他的语气暗含警告。为了冯英，竟不惜败坏我的名声。我讥诮地弯了弯唇角：“楚怀瑜风流又如何？至少他光明磊落，不像你借着兄弟之名行苟且之事。”萧逸白日里才被楚怀瑜下了面子，如今又被我暗示行事不如楚怀瑜，顿时气得暴跳如雷。他先翻我面前的桌子，又连摔几个茶盏，最后摔门而去。宋婉，你非要污蔑我和阿英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接连几日，他不仅大张旗鼓地跟冯英厮混在一起，甚至发话要那冯英为贵妾。大抵是我这次将萧逸得罪狠了，府中下人得到风声，对我也不如从前恭敬，就连晚上要热水沐浴都拖了许久才送过来。我冷眼瞧着，让春桃记住那些拜高踩低的人名，这些人将是我杀鸡儆猴的鸡。7日过后，我手中的母骨躁动不安，世子骨已成功在冯英体内寄生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让冯英身败名裂。这日用过晚膳，春桃过来回话，我借宋府值守察的事情有了眉目。萧逸打仗这几年虽赏赐油水颇丰，可萧府平日开销极尽奢华，1000两的头面，3000两的字画，1万两的铺面。萧母说买就买，这不是那些赏赐油水供养得起。萧家又未有明面的生前镜像，我心生疑窦，却不得章法，直至萧母眼馋我的嫁妆，想借用一段时日，我婉言相拒，却暗记于心，正好借着冯英要搜我院子的由头，让萧母浑水摸鱼拿走我的一些嫁妆。那些嫁妆都有我宋家特殊的标记，顺着那些标记，我很快便查到他们的去处。萧母把这批嫁妆抵押给一家典当铺，又联合典当铺在外放印子钱。本朝律法规定，为官者及其家眷严禁放印子钱，若有违者，轻则丢官，重则抄家。我心中大骇，萧家简直胆大妄为，若事情败露，我也会受牵连。思虑半晌，我带着这些证据，又派人绑住奶嬷嬷，敲开了萧母的门。萧母沉着脸呵斥我：“宋婉，你想反了不成？连我的人都敢绑！”我一言不发，呈上手里的证据。萧母嘴唇哆嗦着，面色已然惨白。这些证据一旦呈堂上供，萧家100年基业将毁在您手上。我有宋家相保，自是无碍，可母亲您恐怕死罪难逃，还会受萧家世代唾骂。萧母抖着身子，哑声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我要这萧府的掌家权。”那日从萧母院中出来，掌家的对牌就送到了我手上，而我杀鸡儆猴，接连处置了几个刁奴，整个萧府渐渐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很快便到了秋季围猎的日子，我与萧逸冷战多日，借着秋猎的台阶，我低头向萧逸求和，并答应了他要带上冯英的要求。此次前往的女眷多数会骑射，长公主提议来一场比赛，拔得头筹的女眷能得到皇上的嘉赏。众人都跃跃欲试。比赛开始，冯英策马追上我，她昂着下巴，得意至极。宋婉，待我拿下头筹，便求皇上为我和阿逸赐婚，你等着做下堂妇。冯英盘算得很好，御赐的婚事，无论萧宋两家都拒绝不得。我掀起眼皮，冷淡地瞧了他一眼，待你拿到第一，再说这些梦话吧。说罢，我纵马而去。冯英久居边疆，向来瞧不起京中贵女，她却不知近几年京中盛骑射，不少贵女请了专门的师傅来研习，连我也不例外。结束的号角声响起，我载着猎物沿着另一条路返回，却撞见正在争吵的冯英和萧逸。瞧见我马背上的猎物，冯英眼底掠过一丝嫉恨，他拉满弓，正对着我的眉心，把猎物留下，否则别怪我松手。我的视线落在他的马背上，寥寥无几的猎物，还都是些兔子野鸡，而我不仅满载而归，甚至还猎到一头梅花鹿，也难怪冯英会眼红。我拧着眉望向他身侧的萧逸身上，萧逸，他疯了，你也疯了，作弊乃欺君之罪。冯英手中的弓抖了抖，目光森冷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无人知晓，其中的威胁不言而喻。直到此刻，萧逸才按住他的手，安抚我道：“婉婉，阿英只是同你开玩笑，你别往心上去。”他上前几步，同我商量：“阿英已向我表明心迹，愿嫁我为贵妾，可她身份太低，若她能在此次围猎中拔得头筹，便能求皇上赐婚，无人敢小看她。”我不为所动，无声跟他对峙。萧逸再次温声劝我：“只要替换掉你的羽箭，便天衣无缝。于你而言只是一场比赛，对阿英的一生却至关重要。”我抿出一抹讥笑，他的一生关我何事？话音未落，一支利箭袭向我的右腿，剧痛难忍，我摔落马背。萧逸惊慌失色，刚要朝我奔来，就被冯英拦住：“主上，没时间了，若我今日被人耻笑，再无脸面留在上京。我有分寸，
嫂子只是皮外伤。犹豫再三，萧逸咬咬牙，终是随着冯英而去。待二人身影消失，我拔掉斜肩的利剑，利索翻身。冯英架势做得足，却是个花架子，那一剑根本没射中我。为了让他们顺利拿走我的猎物，我只好陪他们演这一场戏。待我重回猎场行宫，冯英早已将猎物呈上去。一番核算过后，冯英果然拔得头筹。得知他是萧逸身边的幕僚，皇上称赞道：“不愧是女中巾帼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”冯英毫不扭捏地开口：“我同萧将军早已情投意合，受奸人所迫，不得不藏起心意，只愿皇上给我们赐婚。我想做将军夫人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萧逸又惊又怒。萧逸只想带冯英为妾，可冯英却想逼我下堂取而代之。皇上年纪渐长，最爱给人做媒，还未等萧逸跪下求情，便一口答应，均无戏言。萧逸只能以早已娶妻为由婉拒，可皇上却一锤定音，那便做平妻。我垂着眸不悲不喜，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叩谢圣恩。萧逸不知，这纸婚约即将令他成为众矢之的。猎场行宫有一处温泉，供女眷们使用。我料定冯英会在此，她出身边疆，必会对此新奇。我进去时，冯英已泡在汤池里，与几位夫人笑谈。见到我，她面带潮意：“宋婉，你不过是靠着家世才令人高看一眼，而我凭自己的本事也能融入这上京。”冯英不知，这几位夫人惯爱嚼舌根，其中一位的夫君还跟萧逸不和。我眼风都没给冯英，找了个不远不近的角落下了水。汤池人渐多，连寡居的二公主也来了。她的驸马去岁战死边疆，得知冯英来自边疆，二公主感慨万千，召她上前长聊。聊至兴起，冯英起身手脚并用着纸画。也是在此时，我发动母鼓，几乎是瞬间，二公主发出凄厉的尖叫声，围在周围的女眷们也惊恐地作鸟兽散状。冯英面上笑意僵硬，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二公主，这是何意？男人粗哑的嗓音在汤池中响起。冯英大惊失色，女眷们齐齐后退，皆惶恐地盯着她。除去男子嗓音外，冯英面上长满了络腮胡，她的脖颈处有如男子般的凸起，身材也变得魁梧。若从背面看，谁都以为是个男子。至于下面，无人敢去探查。我招来一个胆大的婢女，叫她去请几个手脚重的嬷嬷过来，又拨开人群，呵斥冯英：“冯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男扮女装混进女眷汤池中，是何居心？”我诚心要毁冯英名声，若她非男扮女装，此等不男不女的模样百口莫辩，定会被世人诟病；若她是男扮女装，今日在场诸多贵妇，连同二公主在内，他们的清誉不可亵渎，冯英定会被暗中处死。无论哪条路，对冯英而言都是必死之路。冯英面色惶惶，却未料想他此时的处境，只如往常般祸水东引，指着我大叫：“你血口喷人！是宋婉这个贱人给我下毒，害我至此！”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恨恨道：“我倒是想给你下毒，可你与我夫君日日同吃同睡，我如何能寻得机会？”听闻此等私事，众位夫人皆面色各异，有那好事者更是紧盯着我，盼我再多说几句。于是我又给了冯英一巴掌：“今日若不是我夫君替你劫走我的猎物，你岂能夺得第一？”冯英未料到我竟豁出去，将这些事拿到台面上说，他羞愤欲绝，还要再辩。被赶过来的嬷嬷们按在地上，带往正殿。此事过于离奇，又涉及二公主，连皇上都惊动了。众位夫人们八卦的心意犹未尽，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前往行宫正殿。待瞧见五花大绑的冯英，其他人都倒吸一口气，女子之身却长着男子的东西，闻所未闻。萧逸脸色煞白，却还是跪下替冯英求情。我夫人她惯爱争风吃醋，昔日见我与冯英等军中兄弟来往，便多加阻拦。如今我与冯英得圣上赐婚，他更是暗中生恨，冯英定是遭他毒害。萧逸三言两语将此事定为后宅斗争，倘若皇上追究起来，也不过申斥萧府治家不严，于他官途却无阻碍。可我也不会任由他泼脏水，于是上前叩拜道：“圣上明鉴，众夫人皆可作证，我未曾近身靠近冯幕僚，如何能加害于他？臣妇斗胆，请皇上召见医女为冯幕僚详查过后再做定夺。”事关多位夫人及二公主的声誉，皇上当即召来医女替冯英检查。不过片刻，医女便来回话，冯英并未有中毒迹象，除了下面未长男子的东西，其他处处皆和男子一样，就连脉象也是如去了世的太监。闻言，众人皆松了口气，宫中妃嫔也多有太监伺候。众位夫人虽和冯英一处泡汤池，倒也不算辱了清白，不男不女的太监见多了。冯英这种倒是新奇，以致皇于上并未追究他欺君之罪。
但惊扰二公主，活罪难逃，遂下令打了冯英30大板。至于萧绎，治下不严，也挨了10个板子，并被罚了1年俸禄。秋烈之刑，除了我是清清白白回府，冯英和萧绎是被抬进府的，一个被打得起不来身，一个嫌丢脸不肯下车。秋烈过后，靠着那几位夫人的嘴，上京的达官贵人皆听闻萧绎养了个不男不女的东西，每日上朝，萧绎都会收获同僚奚落的目光。就是这位娶了个不男不女的幕僚回去，听说还是亲自求的圣旨赐婚。没看出来萧将军口味如此奇特，皇上赐婚的旨意已下，金口玉言，自是不容更改。即便萧母在家中哭天喊地，萧绎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迎娶冯英。可冯英一日不好，便坐实了萧府的丑闻。为此萧绎心急如焚，在成婚前找来不少名医替冯英诊治，苦药一碗碗地灌了下去。冯英依旧是那副男子面貌，人多嘴杂，即便萧绎再三封嘴，在我的授意之下，流言依旧传出府外。及至成婚那日，萧府不敢大办，只用了一顶小轿将人从侧门迎进来。冯英也不敢哭闹，如今他这副模样，萧府是他最后的依靠，还是我好心为他们的婚礼添了一把火。我找人写了一个霸道将军爱上番邦人妖的话本，因角度清奇，很快就风靡整个上京，甚至还有茶楼请了说书先生日日上演。流言越传越远，连远在江南的萧家主家都听闻此事，送了家书前来问话。萧绎被这些事缠得焦头烂额，我也没闲着。自那场秋烈，我便怀疑冯英的军功作假，他的骑射功夫连我都不如。可萧绎的奏报中，生擒蛮子猛将的军功是落在冯英头上的，若不是楚郡王强压着，冯英早已是官身。我命人给楚郡王投了一封匿名信，将此事告知于他。为免打草惊蛇，楚郡王一直暗中调查，直至掌握全部证据，在早朝时参了萧绎一本。事关军中，皇上震怒，当即褫夺了萧绎禁卫军统领的职位，只留给他一个将军的虚名。萧府一落千丈，人人避之不及。萧绎也变得喜怒无常，他把一切归咎到冯英身上，每日下朝回来就对冯英非打即骂。崇华院日日传来鞭子抽打声和各种诅咒怒骂声，我品着香茗，只觉得还不够。秋去冬来，萧绎的腰身又轻减了几分，厚重的冬装让他并未察觉自己的身体变化，我却并未错过。阴阳谷变阴阳，不仅是改变女子身份，同女子交合的男子也会被改变，只是须得多等些时日。萧绎的声音已不复往日低沉，一日变得比一日尖细，曾经魁梧的腰身也慢慢变得纤细，就连他的皮肤也变得无比光滑。与军中旧时喝酒，他们看萧绎的目光都变得怪异，甚至有人借酒要轻薄于他，气得萧绎将那人暴揍一顿，再也不轻易出门。每日晨起，我会亲自画上一幅萧绎身姿的变化图送至府外，再命人给萧绎送上滋补的药膳，补得他鼻血直流。可他却在情事上力不从心，邪火发不出去，令萧绎变得无比暴躁，就连我好不容易替他求来的差事都弄丢了。萧绎气急，用鞭子又狠狠抽了冯英一顿，才颓然倒地。我命人给冯英上药，可不能这么轻易叫他死去，又亲自奉上一股药膳递给萧绎。夫君放心，我已攀上皇上身边的王公公，明日是王公公的寿宴，届时夫君你与我同去献宝，若得王公公赏识，定能官复原职。王公公是皇上前抵时的老人，若他能在皇上面前替萧绎美言几句，重获龙心是早晚的事。萧绎喜出望外，深情地握住我的手道：婉婉，我此时才明白，这世上除了你真心待我，再无他人。若我能再得皇上赏识，我便送走冯英，日后我只守着你一人。我不动声色抽出手，意味深长道：你我夫妻一体，都是为了萧家。王公公寿宴这日，我和萧绎被奉为座上宾。萧绎有几分受宠若惊，又有些疑惑，为何寿宴只有我们二人？我敷衍道：许是我们来得过早，其他人还在路上，直至开席也未见其他宾客到来。王公公已到场，萧绎不得不压下心中不安，随我起身寒暄。几杯酒下肚，萧绎白玉面上燃起2朵红云，衬得她愈发柔美。在阴谷的作用下，萧绎一举一动带着勾人的意味。上座的王公公虽彬彬有礼，可眼底的炙热连我这个旁人都感受得到，更别提萧绎本人。他坐立不安，悄声同我耳语：婉婉，我怎么觉得王公公有点怪怪的？他瞧我的眼神有点……未尽的话令萧绎难以启齿。我安抚他：许是王公公瞧你面善，多看几眼。待我献宝后，我们便回府。
趁萧逸不注意，我同王公公使了个眼色，一杯下了药的酒被替换到萧逸手边，很快他便不省人事。王公公急不可耐地带走萧逸，临走前，他意味深长道：“夫人所想，咱家必当全力相助。”我身心舒畅地回了萧府。我早就听闻王公公最爱面若好女的男子，却又嫌弃男子身形不如女子柔软。自阴阳蛊寄生在冯英体内，我便找上王公公同他做一笔交易，我若替他调教出符合他心意的禁鸾，他便许我一个承诺。秋猎过后，我日日送信去他府中，附上萧逸的变化图，直至他寿宴前夕，王公公终于有了准话。萧逸如今虽只有一个将军空名，但如此身份于床榻之上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不出我所料，直至天明，萧逸才衣衫不整地被送回萧府。送完，你这贱人竟敢将我卖给太监！萧逸眼中发红，伸手要来掐住我的脖子，被王公公搓磨一夜，他力有不逮，我抬脚轻轻一踹，便令他倒地不起。萧逸仰躺在地上，眸中恨意浓稠，嘴上仍叫嚣道：“贱人，我要把你卖到最低等的窑子里，让你日日接客。”我拍了拍他涨红的脸，笑道：“萧逸，你若敢伤我一毫，我便叫世人皆知你为求功名委身于太监，到时你萧府世代皆被人耻笑，你便是萧家的罪人。你猜萧家族老是否还会留你一命？”那日过后，王公公食髓知味，又悄然过府寻了几次萧逸。萧逸从一开始的抗拒，到后来全盘接受。无他，王公公不仅令他官复原职，甚至还许了他不少肥差。而我借着王公公的情报，在江南水患突发时捐出萧府放印子得来的大半银钱，受皇上嘉赏，不仅赐了大善人的牌匾，还特例封了一品诰命。萧母眼红，以为我是靠萧逸荫庇得来的诰命，他挺直腰板要夺走我手中的掌家权。他不知萧府的繁荣是他儿子卖身换来的。萧逸自也不敢让萧母知道，还未待我出手，他便息了萧母的心思。如今的萧府门庭若市，这日春光大好，我举办了一场赏花宴，其中一株名贵山茶因过于娇嫩，不得不养在暖房中。待宾客前往暖房时，途径一处偏院传来男子痛苦欢愉的低吟声，同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用涂抹浆水的帕子按在眼角，泪如雨下，嘴里却还替他找补。夫君与王公公情同兄弟，定是如往日般替他解毒。此言就差明氏二人早就暗度陈仓，而我只是被蒙蔽在内的可怜人。新皇即将登基，王公公不足为惧。赏花宴上的这幕很快传遍整个上京，萧逸被人人唾弃，连累萧家也被人诟病。江南主家连夜将萧逸开除宗祠，又派人前往上京处理此次丑闻。主家的人抵达上京时，我被诊出有孕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萧逸，他暴跳如雷：“贱人，你竟敢背着我偷人，还怀上孽种，我要杀了你！”可他多日未食米水，连护卫都挣脱不开。我心中畅快，又将阴阳谷的事告知于他。萧逸眼底一片猩红，咒骂我不得好死。我摸了摸肚子，笑得肆意：“放心，你定当死在我前面。”命人给他灌了哑药之后，我才请主家的人过来，得知我已有孕，并极大是个男孩。主家的人毫不犹豫的便要放弃萧逸，萧家世代清白，毁于这孽畜之手，以死谢罪是他应得的。于是隔日，萧逸便身患急症，不过短短3日便咽了气。萧府低调地发了丧，萧母服棺哭得死去活来。他不知这棺中空无一物。在萧逸咽气之后，我便命人将他抬到乱葬岗扔掉，不过一夜便被野狗啃食干净，尸骨无存。丧事过后，我踏入许久未来的崇华院。这段时日府中事忙，无人顾及于他，倒叫他养得白白胖胖。许氏得知了萧逸的下场，冯英跪下不住地磕头求饶。我吹着刚染的新指甲，直到他磕得头破血流，才道：“你不是最喜欢跟男人称兄道弟，我成全你，送你去一个定会满意的地方。”我把冯英送到边疆军纪营，令他日日接客。不过半月，他便受不住，逃了出去，却迷失方向，踏入战场当中，被战马踏成了一滩肉泥。消息传来时，大夫正在为我诊脉，我肚中的孩子一切安好，只待他咕咕坠地，便能继承这偌大的将军府。